2個人，2個攝影包，總共15公斤的攝影裝備，其中大約有10公斤壓在我的肩膀上。在零下的北海道，狂風夾帶着冰霜砸在臉上，那是我這輩子體會過最冷的時刻，冷到極致。手指已經不只是沒知覺，而是像被火炙燒一樣，痛到穿心。很多朋友問我，到底為什麼要大老遠跑到北海道，而且還是去各種人煙罕至的地方受寒受凍？其實這一切是從一本書開始的。這本書叫做《遠東冰原的貓頭鷹》，裡面記錄了一種數量極其稀少、體型巨大的大貓貓——毛腿魚鴞。書裡的文字很平淡，但它記錄着一群研究員用畢生心力，年復一年，在冰天雪地裡保護着這個世界上很少人知道的物種。我很好奇，到底是什麼樣的動力讓他們能這樣堅持下來？我也好想親眼去看看這傳說中全世界最大的貓頭鷹。但在出發前，我心裡其實一直有一個巨大的質疑，那就是誘拍。在台灣的生態攝影圈，這是一個絕對的禁忌。普遍的認知是，只要誘拍就是錯的。他在吃什麼？因為誘拍可能造成動物營養不均衡，改變習性，或是像壽山那樣引發人猴衝突的危險，甚至是污染環境。但我一直在思考的是，如果這件事是在有專業知識的前提下，經過合法的申請，不破壞環境，也不傷害動物的健康，最大的可能不與野生動物做直接的接觸，那它還是依然十惡不赦嗎？還是說，只是因為在台灣，很多人已經習慣把所有事情都看成非黑即白？與其在鍵盤上敲敲打打，不如親自走一趟，去尋找屬於我們自己的答案吧。當飛機慢慢降下，從窗戶外看出去，整片大地都被白雪覆蓋。那一刻，世界仿佛靜止了，好寧靜。我們好像真的來到了一個完全不一樣的雪之國度。上路了。对啊。原本以為雪地開車會很可怕，但其實除了剛開始不習慣右駕，一出停車場的第一個彎就把方向燈打成雨刷之外，第一天的路況還蠻好的，沒有遇到太大的困難。還有開窗戶因為他們的暖氣太熱了。我開22度，結果熱到我不行，我還是穿短袖。北海道比我想象中的熱，比大雪山熱。正當這麼想，結果我就打滑了。還好車速很慢，沒有出什麼事，所以後來開車我們都非常的小心。我不能看，我要開車。咖啡。睡眠不足的兩人，疲勞感減輕。北海道的咖啡這麼苦的嗎？提神。喝起來像什麼4倍 espresso。走吧。我們跑去吃了當地很有名的特色小吃，翻成中文大概叫做“這是什麼鬼串串”。他把直闖的章魚、往走的魚漿，還有小清水的馬鈴薯3種好料串在一起炸，超級香。馬鈴薯驚為天人。對啊，這馬鈴薯好好吃哦。這裡的馬鈴薯很有名，這串串裡面的章魚和魚漿固然新鮮，
但最讓我驚豔的其實是那個把所有味道包容在一起的馬鈴薯。這可不是隨便的馬鈴薯哦，我們現在採的地方可是道東有名的馬鈴薯大本營小清水町。吃完串串，覺得意猶未盡，再去旁邊補一碗熱騰騰的拉麵，這才是完美的北海道起手式呀！第一天晚上，我們住在王州的商務旅館，然後外面的風景其實還不錯，白天的時候，現在看不到。我們走路來超市。對啊，晚上变冷了。刚剛還在說不冷，現在冷了。但也其實沒有我想象中的冷。這個是我每來日本必買，因為這樣一盒大概台幣120到130而已。台灣一支、2支就差不多了。這個超大支的哦。對啊。這個是這麼大支哦，比寶特瓶還大。寶特瓶蝦。我爸一定要來吃的。對，我待會來日本必買。但我們當了打折超人。沒錯。這是波爸的宵夜小點心。這是我的小點心，這裡的冰淇淋。原本以為第一天到北海道，晚上可以悠哉的整理一下裝備，殊不知因為前一天搭飛機幾乎沒什麼睡，吃完晚餐後，晚上7點多，我們2個人直接在床上昏迷了啦。然後悲劇就發生了，半夜才1點多，我醒了，而且精神超級好，翻來覆去完全沒有一絲睡意，躺在床上，我的腦袋開始天人交戰。既然睡不着，不然乾脆提早出發，去拍清晨起霧的驅邪路湖湖面，那個光線一定超夢幻。可是飯店有附早餐呢，外面現在零下好幾度，熱騰騰的早餐好像還是比較香。稀里糊塗的猶豫了一整個晚上，最後，沒錯，是早餐獲勝了。我不敵溫暖的被窩和美食，又昏睡了過去。早上6點半準時下樓報到，吃飽喝足，體力恢復到100%。接下來，我們終於要正式開啟這趟北海道的生態拍攝之旅啦！第一站，驅邪路湖大天鵝，我們來了。我們開了一個 LINE 的社群，波爸的裝備袋，裡面有最真實的器材實測、配置建議，還有我私房拍攝的心得。如果你也是裝備控，或者對生態攝影有興趣，歡迎加入我的新天地，一起交流討論喲。未來如果有團購或是各種優惠資訊，我也會第一時間分享在裡面哦。鏈接就在資訊欄，讓我們在那裡繼續聊攝影、聊鳥鳥、聊裝備吧。我們社群見。